各位听说了吗？中国在南海直接就射日本脸上了。中国的055大区发射了鹰击20，就当着那些攒鸡毛凑胆子的美日菲澳这7国演习的面儿，这是干嘛呀？这是亮剑，这是侮辱。根据亚洲防务安全网站4月25号报道，在中国航母辽宁舰协同演习期间，一艘055型驱逐舰在菲律宾附近再次试射鹰击20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此举绝非例行的海军演练，因为这将意味着中国最先进的海基反介入武器系统被直接部署到了正在进行的美菲日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的战略棋局中。这回是真没客气啊，直接就射到日本脸上了。因为这次的演习中最大排水量的舰队啊，就是这个军舰是日本的那个所谓的什么直升机轻型航母，当着日本的面直接射他脸上啊！来真的了，二国媒体发现055当着日本航母的面发射了鹰击20。2026年西太平洋军演中，中国以055型驱逐舰为核心展示反航母实力，重塑区域安全格局。此次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由美菲主导，日本首次以作战部队身份参与，并派出准航母编队。与此同时，中国南部战区迅速反应，派遣以055型遵义舰为核心的107编队进入吕宋岛东部海域，形成最演习区域的夹击指示。演习期间，有消息称遵义舰疑似发射鹰击20高超音速导弹，射程覆盖日本伊势号航母活动海域。鹰击20具备10马赫末端速度与高精度打击能力，极大压缩了航母防御窗口。中国通过此次行动展示了完整的反舰打击链条和实战化部署能力，并在不确认时代发射的情况下制造战略威慑。此举不仅回应了外部军事压力，也推动了西太平洋地区力量对比的实质性变化。中国以实际行动表明，在高端海战领域已具备与美国抗衡的实力。美国国防部报告承认其不再独占顶级反航母技术优势，这一转变标志着区域安全格局正在加速重构。另外呢，说到了这个美日菲这边演习，所以大陆亮剑了。我问一下彬哥，您怎么看呢？第一个来看到呢是呢，包括了是这个羞辱你日本的航母啊。我们等一下把图摊开来一点，因为美菲呢肩并肩演习嘛，如火如荼。大陆呢107号的这个编队055东武万吨大驱遵义舰呢就在菲律宾东部的海域进行演训，甚至呢就对着准航母的面突然发射鹰击20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哦。那航速呢有6马赫，所以呢，这个呢等于是一个非常大的航母杀手。对于你日本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我把那个图摊开来一点，第一个来看到，刚刚特别提到说哈，遵义舰在这个地方，那日本的伊势号编队在这个地方，等于在你面前呢射了鹰击系列哈，鹰击20，您怎么看？这很正常啊，因为刚大使也讲，日本没有极音速导弹了，我就在你面前射一发给你看，因为你在我面前故意去射靶箭。那你要展现你的 muscle， 那我也展现我的 muscle， 然后我打一个你根本没有办法拦住的东西，那大家就别苗头嘛，看谁比较厉害。实际上055虽然它叫万吨大驱，实际上它就是巡洋舰，它扮演就是巡洋舰的角色。对，它实际上对比的大概就是美国提康德罗加级，它甚至吨位还比提康德罗加级大一点。那提康德罗加级其实在美国的航母编队里头，它是负责整个航母的防空的指挥中心，所以055也是负担这样的一个任务。那它一方面负责整个航母战斗群的防御，另外一方面它上面也配备了非常多的垂发装置，那也就是它有非常强大的火力，不但可以防空，还可以攻击。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这个目前日本在综合实力方面，其实没有可以跟中国大陆相匹敌的这样的船舰。那当然，日本的船舰也不容小觑，它的科技啊也是不错的，只是它现在在数量上、在吨位上、在整个这个船舰舰队战斗群的完整度上、系统化上，它都不如解放军完备。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日本如果要跟解放军在这海上别苗头的话，大概只有他仅靠他日本本土这一块，他才比较有机会。如果在大洋上，他的自持力就不行，他很快就必须要滚回去。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日本真的有心想要长期在南海这一带不断的跟解放军缴获的话，那日本未来恐怕要投注大量的经费资源，还要征召大量的人员。可是自卫队现在根本就找不到人，那个缺员的状况一年比一年严重。对啊，所以日本自己面临的现实状况是这样，然后高市长不正视这个现实，然后也不去关心自己的经济状况是不是能够承担得起，然后一昧的想要朝复辟军国主义这个方向走。我觉得到最后，他大概还没有达成目标，自己就先把自己玩死了。对，所以你看到哈，中国大陆跟日本是完全不同的量级哦，所以呢，尤其是经济的不一样，然后呢，军事底气也不一样，所以你看到大陆真的亮剑了。所以呢，彬哥您怎么看？第一个呢，就是呢，你搞所谓的肩并肩，但是呢，大陆现在亮剑了。我们回到这个下一题哈，我们来看看，包括的是什么呢？中国大陆现在哈，我们来看看这个相关的一个报道。第一个呢是呢，哈，你呢搞这一招，但是呢，现在哈，这个图让我看一下哈。第一个呢就是你搞这个，但是呢，大陆其实呢是总计有608个垂发对准你日本啊。刚刚我们就特别提到，我们待会我把图翻开一点，但是我们刚才说的，在吕宋岛以西呢，14艘军舰组成的编队，包括了辽宁舰以及一艘075、一艘的071、一艘072。055、2艘052D、5艘054A 或 B， 加起来呢，我算一下是400垂发。所以呢，在吕宋岛以西400垂发。好，另外呢，看相关的图表来看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刚刚说的，这加起来呢，总共有400垂发。再看到下一章的部分呢，就是呢说，好，在吕宋岛以东的地方，其实还有054A 综合补给舰、055052D 这边加起来是呢208垂发，所以加起来呢，光这个垂发就608个。这一次大陆当然是把整个完整的舰队全部都部署出来，其实就是要告诉这个美日菲，我只是平常不想跟你玩，你真的要的时候，我随时都可以出发，而且你在东海、南海这一带，我的实力绝对远远强过你。你不要说美国现在还因为美伊战争，你很多舰队必须要去调去中东，就算没有美伊战争，你美国要在中国附近的海域跟中国的解放军的舰队拼数量，恐怕你也会落于下风。我想这是非常明确的。那这当然不是单纯只看垂发啦，实际上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肩并肩演习其实已经非常久了，每年都有，可是他这几年有故意扩大的趋势，而且还把日本拉进来，然后这次甚至还要射几把舰，所以很明显嘛。你就是越来越军事化。其实过去肩并肩，相对的军事上的意义没有那么浓，那比较有点像是联谊的性质。那你现在军事上意义越来越强烈的时候，那当然你针对的就是我当然也不能示弱，我就要展现给你看一看。那实际上日本最近还在做一个动作，就是他们想要研拟法案，未来可以把日本这一些退役的这些比较中古的军舰全部都卖给菲律宾。对啊，他们也正在研究这个东西。大家知道，日本的船舰，他们通常用个10几20年就封存就退役，因为他们这样才能够用新的舰了。所以日本的这些封存的这些船舰，其实都还蛮新的，所以给菲律宾是正好蛮合适。所以日本现在显然就是在美国的授意之下，他希望把菲律宾武装起来，让菲律宾在南海这个地方跟中国大陆找麻烦，然后日本在东海这一带，然后去牵制中国大陆，然后美国就居中策应，那甚至要把台湾也拉进来。那当然台湾他们不敢拉得这么明确，那显然这就是美日台菲一个对中国大陆的一个包围网。可是问题是，第一个这个网真的能形成吗？第二个，你确定菲律宾给他几艘船就有用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些恐怕都是问题哦。那日本当然他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态势？因为高市长现在一心一意就是要去修宪，对，所以他知道他只要一碰这个东西，一定会得罪中俄，甚至连韩国都会一起得罪。所以他既然知道我反正早晚都要得罪你，不如我现在就先拉着美国一起来，
帮自己先找好盟友，再来对付你，以免将来陷入孤军奋战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日本这一手是蛮深的，可是美国会这么轻易的就被日本卷入这样的一个对抗当中吗？我个人认为川普看起来没那么傻，所以一切都再看看吧。到最后，我个人认为高市早苗可能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对，所以你看到哈，高市早苗现在问题也真的蛮多的，因为呢，你对于这个经济的这一块没有搞好，你的民调也会受到很大的打。这个事儿啊，绝不是说是例行的演习，不是说055不能试射导弹，而这时间、这地点、这背景啊，每一个细节都透着精准的战略意图啊，对吧？你想想，7个国家1.7万人的兵力啊，在这个菲律宾周边，这不是向中国示威吗？在这个节骨眼上，就是当着他们的面打鹰击20，这就是打到了他们的脸上。鹰击20这个航母杀手一出，1500公里之内，航母啊基本上都成了靶子了，对吧？谁也挡不住啊。问题是这一次辽宁舰协同作战，辽宁舰带着歼15在西边压阵，055大驱在东边亮剑，一东一西形成了夹击之势。这种配置可不是随便凑的呀。辽宁舰负责夺取制空权，把对方的预警机、舰载机压到地面和甲板上，055大驱则利用鹰击20的超远射程对敌方的舰船实施精准打击，整个战术链条环环相扣啊！从发现目标到火力打击，全程体系化作战，完全是实战状态下的攻防演练啊！美国、菲律宾、日本那边肯定是五味杂陈吧？本想靠着人多势众搞威慑，结果人家呢直接这个凑了一支灭国舰队，比他们的吨位还要大，把这个反舰导弹都射到他们脸上去了。现在呢，他们最难受的就是他们的致命短板，防御体系根本就跟不上。美军的航母打击群防御半径也就是800公里啊，鹰击20轻松1500公里，对吧？就是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日本派来的那个所谓的10号直升机航母，还有菲律宾的那些老旧舰艇，在这种级别的火力面前，跟活靶子没什么区别。解放军这次亮剑射到日本脸上，就是要告诉他们，南海不是你们想来就来、想闹就闹的地方，再闹让你们都去海底下喂鱼。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